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纪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仲伟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孝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首先跟3位老师一起来看的是世界大事，在我们录影的这个当下前一刻，发生了伊朗被攻击的事件。那么在这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攻打伊朗？就没想到呢，在今天下午呢，最新的外电消息啊，在中东地区传出的最新外电消息是，根据有多家的外媒报道，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传出了爆炸声响，而且是接连发生了爆炸。那么有多处呢，都冒出浓浓的这个黑烟出来。以色列的防长啊，也进一步的证实，他们对伊朗发动了预防式的打击。以色列全境也因为他们攻击伊朗呢，现在在以色列全境也拉起警报。那么以色列当局呢也警告全国的民众，尽量待在安全区域附近，随时警戒来自伊朗的报复行动。我想先请教大使，因为先前讨论了很久啊，就是美国到底什么时候会出兵，而且呢什么时候要打伊朗，跟到底会不会打伊朗，其实一直是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的焦点。但我要先问的第一个问题，现在伊朗被打了，但结果却是以色列先出手，这个顺序上是以色列，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以色列的这个第12频道他们的说法是，他说这一次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应该被视为是以色列与美国的联合军事行动。OK， 那当然就是说，前2天已经有美方的媒体在透露，美国现在这次打伊朗的这个军事计划是由以色列先发动攻击，然后造成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或者报复性的攻击，然后美国以这个伊朗攻击以色列这个理由再加入来打击这个伊朗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会不会照这个情况，美国再继续接手？那就带我们来后续的观察了哈。大使觉得先是以色列发动了第一击，然后您刚刚提到说，以色列如果被攻击的话，那么接下来就看到是美军会有动作了哈。这个应该是美以双方之前都已经先沙盘推演过的。对，我看有一些报道说，以色列抓到机会率先动手啊，而且他强调是预防式的攻击，预防式的攻击，先发制人，好像就是说以色列有点趁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关系很差的时候出手。那其实这个跟过去的例子不太符合，因为去年6月的时候也是以色列跟美国联手，那么一起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这样子的，美国正在伊朗刚刚结束一轮这个有关这个伊朗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谈判吗？谈判之后以色列如果说是没有得到这个美国这个同意，或者不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合作之下就对伊朗发动攻击其实会被解释成对美国是落井下石。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应该就是以色列跟美国的一个联手行动的第一步。那后续会怎么样发展？很可能照美国媒体的这个预测，就是说等以色列以伊朗做了回击以后美国再进场。不过第一轮的回击第一轮的以色列的攻击伊朗的外交部在刚刚也就是12点15分的时候他们说已经发动了2轮的攻击。第一轮的攻击是12点15，那时候是由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自己出来宣布，已经对这个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那接下来过了10分钟，以色列外交部又出来说已经进了2轮。那照一些地面的一些报道，现在被打击的地方主要是德黑兰市的市中心。那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这一个攻击主要是在攻击哈梅内伊的办公室，
以及重要的伊朗的政府机构，是，所以被认为这是一个斩首式的攻击。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看到的被攻击的是这个地面的防空基地啊，防空这个系统啊，也就是在德黑兰的防空系统被攻击。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重要军事基地。对，所以到底如何我们还要再一点时间才晓得。是。那不过这个攻击已经开打了，我觉得就变成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出手以后啊，现在就看伊朗怎么回应。那伊朗的回应的强弱或者方式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很可能就会变成伊朗下一波或者是以色列的单独的，或者说美国以色列联手的攻击。对，那这就可能性就很高了。所以现在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因为目前所知道的讯息有限我们只能针对有限的讯息来做相关的研判不过就从目前已经发动了2轮的这个攻击来看，是先由以色列出击，然后呢，在军事上面的话，孝伟兄你看那接下来以色列不被报复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一定会报复。我们想当然尔应该是知道是这样。那如果一旦被报复之后呢，大使刚刚也研判，美国就会出手了。那所以接下来在打击上面，你觉得美军的动作会是如何？其实美国会不会那么快动手？我觉得还真的还有待观察，倒不是故意跟大使这个意见相左右。因为其实我们从美国集中在这个战区目前的兵力来看，其实他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攻击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以这个航空母舰的数量来说，它现在是只有1艘就位，就是那个林肯号到那个北阿拉伯海另外一艘福特号也是要在过去的路上，但对不起，因为最近有些状况嘛，那个船到塞浦路斯去了。那到塞浦路斯可能要把那个出问题的那个系统要修好之后才能再去。是，当然，即便塞浦路斯它也不是会过苏伊士运河到那个波斯湾，而是它会在地中海的东岸，然后借由它的战机对以色列伊朗境内发动攻击。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把时间往回调23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准备要进攻这个伊拉克的时候，他当时是准备了5艘航空母舰对，数量相当的多。那你说5艘，那现在等于只有1+1。虽然说那个时候美军的逆中战机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那时候美军逆中战机数量非常少，但是现在美军它主要的那个战机都是以逆中战机为主，但是也还是不可小觑，就是伊朗它用地对地弹道飞弹回击的能力其实很强，而且在上一波我们那个讲到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中，就看到伊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伊朗的那个高超音速的飞弹可以穿透以色列的防空网。当然打得准打不准是另外一回事。其实这种高超音速飞弹一定要配备核子弹头，它打下去才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在那个弹道末端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一点偏差而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偏移，没有办法精准的击中目标。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以战术打击的角度来说，它的意义是不大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好，那既然以色列伊朗一定会回击，而且伊朗弹道飞弹的这个跟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的反击能力很强，那美国在这个区域中集中的这个兵力跟数量，其实都还双双不足。再加上其实前几天我们看到美国已经训令使馆人员这个在以色列的，如果你要走，你赶快走等等。然后另外像巴林的这个美国第5舰队，其实这个那个舰艇基本上能动的也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巴林港其实目前巴林港真空状态，因为巴林其实离伊朗非常非常的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从巴林飞那个美国的这个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大概才飞了30几分钟就飞到了。然后那其实，在我们当时降落到罗斯福号的位置，再过去没多久，100多里外就是伊朗的这个领土。所以其实从巴林跟伊朗的这样一个距离来看，美国把巴林这个地方撤空是绝对合理的，就降低被攻击的风险。对，降低被攻击。然后你整体来看，你说今天这个以色列动手了，美国会不会马上动手？我个人认为不敢讲一定准，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一定会在等到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之间再缠斗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那个时候美国才会决定出手。如果今天因为今天美国是超级大国伊朗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军事实力上来说虽然说它的海空军跟在美国军面前完全是没有什么战术价值，但是它拥有非常数量庞大的地对地弹道飞弹。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决定对周边这个完全不要命的这样的反击的话，美国跟以色列也不见得挡得住。上次我们刚刚讲那个伊朗的这个飞弹，以色列已经不是完全挡得住
楚。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伊朗又要攻击像巴林，或者说像其他那阿联的这些美国这个基地，对不对？然后那这时候，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完全抵挡的话，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面子来说，绝对是挂不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会再稍微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当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攻击，当然如果以色列被伊朗反击得很惨，我相信美国那时候一定会出手相助。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他在中东没错非常重要的盟邦，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嘛。对，然后但是如果说今天以色列打得很顺，我觉得会像上次那个模式一样，就是等到以色列把这个基本上伊朗的相关的这个防空抵抗能力或是一些重要抵抗设施都清空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再下去踹最后一脚，就是既能够达到美国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又能够让美军在战争中的损失降到最低。其实你可以看到川普上来虽然说对外有这种小动兵的这样的态势，但是他很重视军队的这个安全性，伤损了。对，伤损就是损伤的部分来说，其实川普还蛮在意的，也就是他希望他的军事行动尽量不要有他的人员损伤。这也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这个在武器发展上尽量朝向一些什么无人化、中程僚机啊等等这些努力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原因是。OK，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他等于是打头阵，他发动第一波，但是呢，美国准备在后面视情况而决定看如何发动第二波啊。先前我记得在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互相你说对打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伊朗的飞弹确实造成了以色列包括铁穹系统的这个100%的防御率的神话被打破。那表示说呢，伊朗是耐得住打，而且也可以去造成这个他的敌手能够有一些损伤的。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伊朗的德黑兰就是他们的首都，现在已经被至少攻击了几轮的攻击。那现在呢，换成伊朗，他接下来的动作就很重要了，因为接下来伊朗会报复，但是他会用什么方式来报复？他们的思维，马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这个局，就是说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啊，打他的是以色列，所以他还击的对象应该先针对以色列，还是针对以色列。他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对美国用兵嘛。而且我认为 Donald Trump 在这一波里面，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跟德黑兰谈判。怎么说呢？在委内瑞拉的时候，美军说动就动，然后就是完全不张旗鼓的动。但是这一次伊朗的问题，美军的动作太大了，大到就是他预先就告知我有12艘这个驱逐舰开往这个阿拉伯海，我有林肯号开往这边。然后我觉得这个动作太大，所以看起来川普想要虚张声势，但在这一波的以色列攻击伊朗，这个美军知不知道？我认为是知情的。刚才少伟哥提到，就是福特号其实他在地中海，在塞浦路斯正在修，但是今天外媒的报道是这艘船已经开到了这个地中海靠近以色列的这个外海的部分，也就是说一艘航母刚好就定位，另外一艘林肯号就在阿拉伯海这边然后这个巴林基地的这些美军基本上先撤离那边做避险的动作。那这个动作跟去年6月，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12日战争，就是以色列跟伊朗要开打之前，美军的动作是一样。有没有这么巧的事情？美军部署完成，以色列就动手。所以这中间已经看得出有些端倪了。我觉得美方应该完全是知情的也允许了以色列做这个动作。但是现在对伊朗来讲，他的这个主要攻击他的这个国家是以色列嘛，他不可能。虽然他知道美军在后面按住这至少有助长声势或在那边按兵不动，对，但是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开第一枪，因为发动攻击的是以色列，是，而且我认为美军如果开第一枪以后，会有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是美国被 involve 进来，第二个，其实以伊朗它的这个空军跟海军能力并不强，但是它的导弹能力很强。然后它的这个地对海的这个飞弹，包含努尔还有这个 Goodyear 这些飞弹，其实在要打这个航空母舰绰绰有余所以我觉得美军的航母在这边能够发生的威慑效果，其实相对来讲并不是这么高。虽然伊朗没有办法跟他用海空军直接正面迎战但是当美军假设出手的话，他就有正当理由可以去攻击美军的这些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对美军来讲是一个蛮头痛的事情。对，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伊朗的这一波，美军透过什么方式暗地里援助，然后达到了某些战略目标以后，然后 Donald Trump 来接手后续的谈判工作。因为过去的1个月里面，看起来双方谈判
这个并不顺畅了。并不顺畅，并不代表说就要立刻开打，对不对？对，就是并不顺畅。其实美国的目标很简单，你不要再做浓缩铀，然后你的导弹技术不要做 ICBM， 然后这个你的这个跟邻国的关系，像是叙利亚，像是这其他国家，你不要去煽动他的恐怖主义。我想这些目标很清楚。可是对伊朗来讲，我没有核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保命嘛？这个就是简单的逻辑。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谈判过程里面的确不太顺利，但是还是有谈判空间。当剑拔弩张已经这个箭已经射出去的时候，其实后续我相信这个德黑兰态度可能会有一些转变。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美伊双方的谈判我们看到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这个谈判，那伊朗也保留了，也释出了一个善意，就是呢，等于算是2015年核协议以来的最大的让步，就是同意不再囤积浓缩铀当然这已经是伊朗可以释出的筹码了，不过还是你不可能完全放弃那如果放弃的话，你就等于手上就像刚刚马老师讲的，你没有任何的筹码了。好，现在回到刚刚大使所研判，接下来以色列一旦被攻击，如果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美军会介入美方的思维会是如何我想继续请教孝伟兄就是说在打法上，因为向来美国就是速战速决那你也可以看到先前他们对伊朗也是拍动这个轰炸机，直接针对重点的核设施呢就直接进行打击了。但是接下来配合以色列，即便说美军的这个军力是大概无人能敌，可是呢，中东的这个美国的盟友也已经表态了，他们没有办法开放这个美军基地，因为他们很怕被波及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可能要长距离的去发动它的攻击这个部分他们打法，你觉得怎么看？当然，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说美国这次跟之前打第2次波湾战争等等很不一样的是，首先它现在当然首先能够集中到的航空母舰数量是1+1嘛。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福特号它是在东地中海，东地中海它能够做这种所谓的越境飞行的这种任务的话，我个人觉得那个福特号在那个边的那个位置上，基本上是协助那个美国协助以色列进行防空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在这个同时呢，不要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在这个时候除了伊朗之外会对那个以色列浑水摸鱼。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看到他现在跟北边的叙利亚关系有相当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认叙利亚境内还是有一些这个那个伊斯兰的这个激进组织那个蠢蠢欲动。那至于你就是说对于这个以色列在直接作战上协助的话，那以色列它其实从上一次就是去年到今年来说，它展现了它这个越境打击的这个能力它这个越境打击当然也的确让以色列它原本这样一个空军能够从以色列本土经过长距离飞行，因为过去它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战史里面最大的这个距离的这样一个袭击任务那个战术空军袭击任务是袭击了在那个伊拉克境内的这个未完工的核子反应器。但这次它显然它的战机已经能够成功的进到伊朗境内，而且用长距离来回的方式。但这个时候其实恰好也是美军现在所缺乏的，因为美军第一，如果说美军的战机直接跑去从以色列的空军基地然后起飞，然后去炸了这个伊朗，然后再回到以色列空军基地，其实会让事情更加复杂化。对，那甚至于你说在北阿拉伯海的这个航空母舰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战术战机可以从上面起飞进行打击。那另外，其实美国它毕竟还是有全球打击能力的这样一个部分，而且它全球打击能力相当强，它可以从包含南边Diego Garcia等等派遣它的轰炸机进行这种所谓的川流式的轰炸，也就是从这个迪戈贾西亚起飞，然后去炸了伊朗之后，然后飞机可能飞往欧洲的这个空军基地，然后在欧洲的空军基地起飞，然后同样的对伊朗进行攻击。但是整体来讲，这种攻击的这个力度跟时效性跟范围相对来说就不会像以色列那样一个时时刻刻的这样一个打击性的那么强。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轰炸机虽然疑似它的载弹量很大，但是现在的轰炸机已经不像过去采用这种
种地毯式毁灭性轰炸，而是携带精准导引武器做这个精准导引攻击担任这种所谓的这个精准导引炸弹卡车的这样一个任务。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任务的这个频密度也会因为它携带这个精准导引武器，然后第一价格昂贵，第二它所携带每一架单机所能够携带数量是有极限度的，因此它并没有办法像以色列可能经常性的这样发动长时间攻击。那我个人认为，大概最大可能性，也就是还是要在当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任务产生了重大效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美国在比较象征性的去进行一个比较深度性的一个攻击，例如像以色列战术战机可以攻击这个核设施附近的这个周边，但是真正核设施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可能在深入地下部分，还是要美军的轰炸机，然后透过这种钻地炸弹或者是重磅的这种那个 Buster 这种所谓的这个碉堡克星这一类的这种炸弹呢，从轰炸机上投下来之后，然后进行这个毁灭性的这样的攻击，才是比较可能未来将来这个战争进行的方式。你要说美军的战机大量的以战术战机攻进这个伊朗，然后去寻找目标攻打击，这个可能性，我个人觉得目前看起来可能不高啦。对，因为他现在必须要管控，就是说不让这个战火蔓延到旁边这些，尤其是美国的中东盟友们所以现在问题来就在于关键决定就在川普如何去指挥调度美军应该有的军事行动。好，那现在呢，川普在这两天其实也听到他对于伊朗的议题这个局势呢，他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就被媒体问到的时候，他说真的可能不得不动武。话才刚讲没多久今天就看到了这个伊朗的德黑兰，伊朗被攻击了，但是是由以色列先出手。好，那这个谈判呢，我们也知道这几天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在日内瓦的这个谈判第3轮的间接会谈，其实谈的虽然没有具体成果，但是有一个让人觉得至少还有谈下去的一个希望，就是反正这次谈不拢，就再改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点来谈。那担任调停人的阿曼外长他也透露说，就是刚刚提到的，伊朗其实有做出了一个很重大的让步也就是同意不再囤积浓缩铀。不过回到川普本人，他也表达了，他说他还是不满意因为呢，他也是保留着态度他说伊朗长期从事恶意行为，那他即将要针对处置伊朗做出重大的决定。结果马上就听到了伊朗被攻击，但不是美国出手，而是以色列。不过现在刚刚提到了管控，就不让这个战火蔓延，会像先前的，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打个几天然后结束，还是有可能这个会因为这样子蔓延到其他中东盟友最害怕的，就是他们被波及。现在美军基地虽然不使用了，大使，可是就算从长程攻击，那伊朗他如果认为就是美方在后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美以双方一定是讨论好了顺序该如何，然后他对于美方采取的报复行动，只要造成美方的伤损，就算他被打得很惨，他至少也能够换得一些代价。怎么看？现在球是在这个伊朗这边看伊朗要用什么程度来回击了。因为上一次的话是去年12月的时候，当时以色列跟美国攻击这个伊朗的时候，没有打德黑兰，他打的是在这个德黑兰以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子研发基地，对，他用的是钻地弹嘛。那所以这一次，如果说它是一种斩首式攻击的话，那就要看现在伊朗他有什么方式回应。我觉得他回应以色列的方式可能会比较直接那就是说，他可能不是说打一个在以色列南部一个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空军基地，然后就说我已经打了证明他的这个铁穹是无效的，那造成多少伤亡，大家都怎么秘而不宣，那好像就是说交代过去了，这样子伊朗也就可以往后交代。其实这也是伊朗现在招致到第2次攻击的，他自己当时埋下的伏笔，因为他的回击是很软弱的。那这次应该不一样了。这一次就看他怎么回击了这个是我觉得会影响这一场冲突，军事冲突它的程度达到什么程度，它的规模会多大的？规模会多大？那目标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使用的炸弹的爆炸力有多大？还有就会变成这场战争会打多久的蛮重要的目前的一个关键。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如果美国下一波加入的话，对这个伊朗
同样是重要的这个政经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伊朗怎么对美国还手？因为伊朗现在是1打2，对美国的话，它事实上打不到美国本土，它只有3个目标可以打。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美国的航母跟航舰。美国现在这个有30-40艘航母跟航舰，在这个一个就是阿曼湾靠近波斯湾，一个是在地中海，也正在往这个靠东这个地中海方面移动。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战机。你以色列这个伊朗它有很好的防空系统，那是不是要针对美国的战机进行攻击？第3个就是邻近的美军基地，比如说像这个在卡达的乌代德、阿曼的这个杜汉，这些都是他攻击的。所以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倒是伊朗的回应方式会决定这个未来的战争的这个它的深度跟广度，跟它的时间都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对，包括了你看这次美军大军压境超过16艘的舰艇，2艘航母，那其他相关的舰艇，还有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军机包括战机，那还有就是空军基地在约旦这个穆尔法克萨尔，那这个地方的空军基地呢停放了超过有60架的飞机。不过现在看到伊朗方面其实也都在之前就是在谈判的同时，也都在预做一些准备伊朗像在这个礼拜呢，紧急就传出了跟中国大陆购买了鹰击12飞弹的外销版这个射程可以到290公里的 CM302 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那这个消息披露之后呢，美联社也报道说，卫星的影像显示，这原本驻扎在巴林第5舰队总部所有的美军海军舰艇呢，都先开到了公海。刚才马老师也特别点到了这一点那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伊朗一定是打不过美国的，可是至少他有准备了对美国可以造成伤损的对应方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观察？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底会持续多久，或者会不会扩大，我觉得要看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会不会出手支持那其实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大概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但是目前看起来，因为俄罗斯自己在这个乌俄战场上面应该也蛮焦灼，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要在这一波里面挺身而出，这个力道恐怕不是太大那中国方面的话，中国其实根本就不想淌这个浑水嘛。以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主要的这个外交立场都是这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最好是你们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所以域外大国要介入伊朗这一次的就是以伊战争的这个力度看起来并不会太大。那周边的国家包含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伊拉克，基本上他们在先前就已经表态不太介入了，不管是协助美军方面还是要协助伊朗，其实他们就保持中立的态度。所以如果以这些国家目前的这个局势看起来，他们要介入这一次的战争的力度恐怕不会太大，所以这个战争要打得很久很长，我觉得也许看起来比较不这么容易，因为伊朗它的这个其实它还是有相当的限度。如果它的石油被制裁的话，其实它没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这个经济力量可以支撑它的军事。但是它要报复美国，我认为在短期内，在这个波斯湾里面，美军要进去其实是有点疑虑的，因为现在的不对称作战，就是无人机跟这种导弹。他要去攻击美军的军舰，其实非常容易，所以进到波斯湾里面，它反而变成一个美军的这个海军的坟场。所以我认为美军可能目前它主要的这个战略位置应该还在阿拉伯海这边，而它的打击范围打击得到伊朗。但反过来说，不管中国提供的这个地对海的这个飞弹有没有到 CM302，有没有到货，不重要，因为刚才这个射程就300公里，美军基本上撤出300公里以外，它是安全的。但是美军的作战半径其实大于300，所以他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有利于他行使他的战略威慑，然后他可以停在那边。那我觉得伊朗这个会不会持续打上去，我可能会觉得稍微保留一点，还是有谈判的空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不管你是站在以色列或者是在美国角度，你都希望这一场战争的时间能够越短越好所以夏伟兄，我简单就请教您简单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就是说，现在以色列跟伊朗，包括未来有可能美国的加入之后，它的规模跟这个会打多久
变数会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其实时间应该还是不会太长，因为对于那个应该，我个人觉得来看哈，还是要看伊朗自己本身对于自己本身的自信心有多高。也就是说，因为他其实现在完全就像如前面2位所说，他现在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国际孤立的这样的状态。在国际孤立的状态下，他没有太多的资本可以跟美国或者说以色列能够进行长期抗战。他要反击是一定会的，但是反击的几波，其实我们看到这2-3年啊，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军事冲突，往往就是以色列攻击了1波，攻击了2波，然后伊朗回击了1-2波之后，好就在大家这个调处之下就结束，甚至你说像去年美国还出来公然这个踹了2脚之后，对不对？好，最后也还是要停火。所以也就是说，未来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我觉得它不会会是一个能够达到一个永久和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你说这次会真的撑到很久，或者说要能够到让那个伊朗的这个神治那个就是那个政权能够垮台，我觉得大概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从之前虽然说我们看到那个伊朗境内的确有这个所谓的反政府示威，但他的反政府示威也在政府的这个压制下很快就平息下来，也就是政府的控制力，我个人觉得问题应该是就是说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密的。所以那你说在伊朗还能够有效的掌握住他的这个政权，然后以及掌握住他的人民之下，那这个时候他对伊朗发动了有限度的反击之后，而且以色列在这时候攻击，其实会促成伊朗境内团结一致嘛，对。那但一旦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双方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说是互许其利，也就是说伊朗靠着以色列，然后能够达到内部的维稳。同样的，以色列跟美国也能够透过攻击伊朗，达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宣泄。那他们之前不管是放话也好呢，压力宣泄，然后双方很快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之后，然后等于我的意思就是当以色列攻击伊朗反击，或者是美国在下来踹个2脚大家那个都很 happy 之后呢，那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就会暂时停止。那当然，你说如果双方之中3方中有任何一方要提高冲突的这样一个门槛跟这个影响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有那一段。对，现在就是在观察，就是说接下来包括它的程度，还有包括它的时间，而且另外一个更让人担心就是说经济层面的影响，包括了国际原油的价格会不会出现短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而出现震荡，我们会持续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在2026开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平静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讨论到的以色列跟伊朗又开打之外呢，在邻近的包括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也陷入了战争。2月26号，阿富汗攻击了巴基斯坦的边境部队之后呢，巴基斯坦在2月27号就回敬。那也报复呢，攻击了这个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还有第2大城坎达哈。巴基斯坦的防长阿西夫表示，目前这个局势已经相当于两国在全面开战。路透社对比了双方的军力那也向外界表示说呢，现在这个巴基斯坦拥有66万名的现役军人，阿富汗只有17万。另外，在装甲车辆方面呢，巴基斯坦有超过6000辆、4600门的各式火炮。阿富汗这边呢，虽然有苏联时期的主战坦克、装甲运兵车火炮等等装备，但是数量不明。巴基斯坦的空军呢，是有大概465架战斗机，还有超过260架的直升机。反看阿富汗呢，只有6架苏联时代的老飞机跟23架直升机那我们要说这些军力上的数量上种种比较下来，账面上光是看这个数量就知道巴基斯坦是完全碾压阿富汗。可是阿富汗呢，曾经有一个帝国坟场之称因为它曾经让苏联，就是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还有呢像美国这些超级强权吃过鳖。可是毕竟那是之前的事情，现在时空背景的转换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其实我觉得这两国之间呢，应该还是不脱小打小闹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因为其实主要的问题还在就是说，阿富汗的这个神学制政权重新恢复好这个接掌权力之后，他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毕竟神学制政权底下有非常多这种所谓的那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或伊斯兰激进分子。那过去其实这些人常常往往是常常接受到那个巴基斯坦庇护的。其实你看那个整个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边境都是这些人在
相互往来。那但这些人呢，当现在等到一旦阿富汗重新赶走了原先的这个亲美西方的政权，然后重新建立了这样一个神权统治机构以后，那这些人回去，然后呢开始又晋级私动了。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讲，美国如果真的把这个伊朗那种干掉的话，对，我们刚刚就讲到延续上一个那个小时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他把这个伊朗这个彻底的歼灭跟毁坏了以后，这个时候这些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这些人就会毫无阻拦的流进伊朗，甚至要流进那个西欧。所以对那个巴基斯坦来说，他现在其实就是挡住这些这个激进的回教分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那这些人他之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他会跟那个巴基斯坦弄不好，因为主要就是当过去。当他离开了巴基斯坦庇护所，回到那个阿富汗，然后开始自我膨胀，认为要开始对周边的这个伊斯兰弟兄去宣扬他们的这个教派跟教威之后，那自然会让巴基斯坦这一些的国家会影响到他的统治阶层的这个安全。所以那再加上这些神学士的这些这个士兵们这个往往就是不长眼的去袭击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哨站。其实之前已经有相当多巴基斯坦的这个哨站遭到神学士这些士兵们袭击。那因此巴基斯坦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报复性的攻击，而且我觉得这个报复性攻击是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就是要警告那个神学士政府，你要好好管好这些你底下这些小喽啰们，如果他们这个继续这样乱搞，到外面那个要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回教激进意识，然后去输出到周边的地区引起周边的国家的这个不安的话，那这个时候巴基斯坦会强化他攻击的力道，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学士政权的这样的安危。因为其实今天你神学士政权的确他把这个亲西方的政权赶走，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很需要来自于周边的各种的这样一个协助跟支援。那如果这个时候巴基斯坦把它断掉，因为其实长期以往巴基斯坦跟神学士政权的关系相当不错。如果今天巴基斯坦断掉，然后那这个时候伊朗如果说当然如果那个美国真的把伊朗击垮，伊朗这边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输出口的话，那后面其实那个可能就是引发整个天下大乱局势。但是我相信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对伊朗这个过程中，应该也会考虑到最近巴基斯坦形势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那神学士政权受到这样一个强力的警告之后，因为这个部分来讲，以那个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傻到挥兵进攻这个阿富汗，因为挥兵进攻杀进去对他一点好处就还不至于就对了。对，他不至于。但是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个边境军事行动，给那个喀布尔的神学士政权一个非常明确且清楚的警告讯息。对。规模不至于扩大，或是不至于蔓延马老师也是这么认为嘛？哈，因为现在也看到说，我们回顾一下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他们两国，其实曾经有个蜜月期在画面右方我们看到他们曾经还一起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但现在没想到却反目成仇这个巴基斯坦当时的总理就是时任总理叫做伊姆兰汗呢，他曾经还称许他说阿富汗人打破了奴役的枷锁，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过去呢联手对抗共同敌人的两个如胶似漆的国家呢，那现在呢却反目成仇。那但是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方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也特别对于这个中方对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冲突升级表达了忧虑跟痛心。好，曾经是这么好的这个国家，现在换成了就是塔利班执政掌权以后，反而就是造成了两国的交恶这背后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是邻国那巴基斯坦的这个战略角色非常特殊，就是它跟印度的关系很不好，所以如果它在跟阿富汗不好，其实对他来讲腹背受敌，这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所以在2021年美军撤走阿富汗的时候，其实巴基斯坦想尝试跟这个阿富汗就是交好。那这个交好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境内有所谓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就是塔利班也在巴基斯坦境内有他的组织，大约1万多人。那这是一个恐怖组织。那这个恐怖组织本来照巴基斯坦政府的想法，是我跟塔利班政权交好以后，其实你就会控制在我境内的这些恐怖组织势力，让他们不要太过分。可是，在过去的这个4-5年以来，他这个恐怖攻击还是不断，特别是他会对政府的警察、军队做攻击。那这件事情一直发生，那这件事情就会让巴基斯坦觉得说，我跟你交往也没什么用嘛。
那再加上其实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从这个1893年开始这个划界的问题，就是说杜兰线的问题，其实双方一直没有处理好。也就是说，这两个邻国本来就有矛盾，再加上巴基斯坦政府对于现在的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些期待也落空，那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是那双方一有矛盾的时候，我就动手了。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深层的因素，主要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没有去好好的控制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政权，而造成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困扰。对，现在这个议题其实也在考验着中国大陆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啊，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中方的发言人啊，由他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那表达了对于两国的冲突升级啊感到了忧虑，那甚至是痛心。那当然也呼吁呢双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并且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的协议，然后呢达成停火。中方呢也正在持续的斡旋调解。希望能够推动局势的降温啊，所以现在当中国大陆面对了这个地区的冲突，当然虽然这是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之间的事情啊，但是或多或少也正在考验着中国大陆的地缘影响力。处理上，中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哪些方式？我想当然是这个劝和促谈啊。那不过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处理的。那是不是中国大陆会被卡在巴基斯坦跟这个阿富汗之间啊？可能性也不大。中国大陆我觉得会比较担心的就是阿富汗倒向印度。如果阿富汗倒向印度的话，那对中国大陆就比较不利了。那就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哈，那个是根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领土的争执，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双方民族主义的一个冲突。所以这个是很难解决的。这个中国大陆不是不知道，而且中国大陆在这个过去的一段也吃了很多亏，因为“一带一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很多都经过这些两个敏感地带，一个是普什图人，一个是贝鲁兹人的地带。那其实普什图人是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少数民族，占巴基斯坦总民族量大概15.4%。那可是呢，普什图人他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在阿富汗是占他的民族里面，阿富汗也是多民族的，他占42%。那你要知道，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条现在的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这个边界线啊，是当初一个英国殖民者的一个军官他自己画下去的。画下去以后。争议不断，阿富汗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从这个普什图人的这个居住的地中间把它划开了，那所以这条线就是英国人留下来的一个冲突的线了。那所以事实上，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大部分都是普什图人。那巴基斯坦的这个塔利班，他们的寻求政治目的是独立。所以他就受到对岸的这个他们的同族人、同是普什图人的这个阿富汗这个支持。对，所以这里面有领土冲突，也有民族之间的同个种族，但是是不同的国。对，不同。他被这个，因为那个西方帝国主义都是把一个民族把它割裂，然后留下来这些问题留下来坑，让这些永远殖民时期的遗害。这就是英国殖民主义最有名的叫分而治之。就把你民族给你分开，然后让你的永远分成两个不同的国家，让你永远的这个永久的冲突，对，还有永久的冲突，所以这个很难处理的。倒是说，因为这个其实你要知道，阿富汗的塔利班当时是谁帮他成立的？是巴基斯坦帮他成立的。他们有今天应该要感谢巴基斯坦，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跟美国因为怕苏联的力量进入到这个南亚，所以他们就协助成立了这个塔利班。所以塔利班的幕后当时的支持巴基斯坦是其中之一。可是问题我就觉得说，就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有这个先天存在的领土跟民族之间的纠纷，所以这个还是会翻脸的。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印度就对就是对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呢下手，然后呢给予他很多的支持，
而且呢，主要针对谁？主要针对巴基斯坦，次要针对谁？次要中国大陆。所以，如果印度的势力进入到这个阿富汗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巴基斯坦甚至中国大陆都是不利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又有共同利益。对。所以在这个事情扩大之前啊，巴基斯坦就说印度就是一个怎么样煽风点火的国家。那这个为什么印度？印度事实上跟阿富汗的这个关系在去年底的有一个突破，也就阿富汗的外长，塔利班政权的外长，在去年10月到印度去访问，双方进行了很多更密切的合作。这个会造成就变成本来边界本来就是纷纷扰扰的，已经几十年都是这样。那突然这个矛盾增高哈，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是印度的角色，让巴基斯坦认为这个问题哈，必须要用一个比较坚决的方式哈，展现他的立场，然后做一个清理。所以这个不会再继续扩大。可是呢，这个从巴基斯坦角度来看，它是向这个阿富汗政权塔利班政权这个发出一个强硬的讯号，然后就是说这个你不要跟印度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也不希望阿富汗倒向印度。阿富汗事实上呢，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的这些领导人。洛伊到北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对他们最寄望的当然还是北京啦，对，因为北京有庞大的这个基建能力跟这个国际影响力。对于阿富汗这个政权来讲的话，现在没有几个国家承认它，大陆好像也还没有承认然后印度也还没有承认那所以就变成他们当然是首先争取的还是中国大陆，可是问题就是因为跟巴基斯坦的矛盾，像阿富汗对于这个印度伸出来一只手。让印度的力量那么进去。其实过去在巴基斯坦里面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他幕后最大的支持者其实是印度。其实是印度。那么也有说美国也是其中的支持者。不过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一个隐患，因为这个有在他的境内寻求独立，等于说要分割他的领土，这个是他的核心利益。对，然后又有外援。这个外援呢，过去是印度，现在呢，阿富汗又跟他们这个巴基斯坦里面的塔利班因为同族都是普什图人总之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就是照3位老师的研判，就是冲突发生了，但是不至于会扩大也不至于会延续太久小打小闹。但是巴基斯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持续的跟阿富汗交恶的话，他会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同时必须得面对，特别是印度现在又来一个阿富汗的腹背受敌的局面。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2月24号，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已经满4周年了。在我们录影的今天，已经是进到第5年的几天后了。那美联社呢，在最近提供了6组的关键数据给外界参考，包括了俄乌双方因为这场战争死伤大约有180万人，乌克兰平民死亡14999人，将近15000了。那俄方呢占领了19.4%的乌克兰领土，俄军攻击乌克兰医院高达2881次，盟军对乌军的军援呢降幅是13%，还有590万名乌克兰人因为这场战争而逃往国外。确实这个人民的出走对于乌克兰来讲是非常大的损失。法国总统马克宏在2月26号则表示说，这场战争正演变成莫斯科的3重失败，因为他说呢，俄军伤亡人数高达120万，这是2战以来俄罗斯最惨重的伤亡，这绝对不是胜利，而是俄罗斯在军事、经济跟战略上的全面溃败。这场仗不但没有能够削弱对手，反而让北约更加巩固，彻底暴露了旧时代帝国主义的脆弱性。但乌克兰何尝不是因为这场战争，乌克兰的伤损恐怕呢比俄罗斯还要多。
总归那句话，战争没有赢家。所以马老师怎么看啊？现在陷入谈判僵局的俄乌双方啊，他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说，现在可以谈，可是就是因为领土问题谈不拢，好，这个一直陷入一个僵局。可是必须也要想，接下来再谈也没有结果，我们必须各自去考量到的损失跟那个停损点，那些因素是什么？首先就是其实谈判最近应该都持续在进行，然后 Donald Trump 在今年应该下重手，就是说，因为川普希望在6月之前可以先结束，因为美国下半年要开始这个期中选举越来越近了哦，所以川普现在有点急。但是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其实领土问题要解决的确非常困难，但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整个乌俄战争除了刚才乌克兰跟俄罗斯双边的伤损之外，我觉得它对全球带来的影响是持续的。那第一个，你我中午买的便当其实价格都变贵了，大家以为这件事情跟乌俄战争没有关系，其实它是联动的，因为在乌俄战争之后，只要全世界有一个战争持续在发生，这个世界的物价就会一直往上涨，造成通膨。它牵涉到的不光是能源，还牵涉到交通的运输，还有这个粮食的生产各方面，它都联动。所以只要有战争持续打的话，这个世界的经济上面，我们成长再怎么厉害，还是会有很强的通货膨胀。那现在我认为俄罗斯的这个内部的通货膨胀问题也是非常严重哦。2026年 IMF 的估计，俄罗斯的经济成长大概在0.5到1.5之间，可是它通货膨胀的4%，换句话说，它相当于在承受着年成长率负成长3%的这个困境，所以压力应该是很大。那乌俄战争，我认为第二个对全球的影响是，当这个世界上有大型战争在发生的时候，其他国家蠢蠢欲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在2022到2026，大家可以细数一下，包含以哈冲突、以伊的冲突、亚塞拜然的冲突，然后还有包含这个土耳其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还有泰柬的冲突。然后还有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冲突，这些冲突你不要看起来好像没有联动性，在我看来，当这个世界上有大型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国家会想说，那我也来试一试。所以你会感觉到从2022年以来到现在，整个世界局势，特别在和平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是不安的。所以这2个议题会持续的影响全世界，不管是经济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战争的蠢蠢欲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全球得要共同关注、持续关注的这个现象。现在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在认为啊，在这场消耗战，因为现在已经进到了几乎是消耗战。这个球赛下半场的时间，都认为对方一定耗不过的，所以我一定能够跟他比底气，我是能够撑得过去的。可是现在就是陷入一个僵局。战场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状况是如何啊？因为这个战争研究所有分析，俄军开始准备要发动另一波，就新的1年度的这个春季攻势啊，就在顿内茨克州的要塞带要发动2026的春季攻势。准备期间呢，也先部署了火炮跟无人机，炮击了要塞带的北端，距离前线14公里的据点叫做比连克这个地方。那在完成了准备阶段之后呢，俄军最近可能要发动地面攻势，要在这个要塞带的南端呢进行战场的空中封锁，那透过后方的空袭来打击前线后方100公里以内的目标，而且还向这个地方叫做斯拉维扬斯克这个方向来增派兵力。那这次又其实春式攻击，我们真的听了，你看4年就是等于是来来回回，每一年的春天都是来一个春季的攻势啊。但这次的春季攻势瞄准顿内茨克州，肖伟兄觉得，而且是瞄准了要塞带啊，俄军能够大举的就说一举大幅的推进这个更大的战果吗？你觉得？目前其实来看啊，我个人真的认为难度很高。为什么？其实俄军在这4年的消耗之中啊，他的真正的专业性的这个军人消耗掉数量相当的这个多，而且啊，这个专业的军人的这个损失，往往可能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弥补过来。所以像俄罗斯，他最近也在用到那种类似像公庙义勇队这个概念，你知道吗？什么叫公庙义勇队啊？民团的概念。民团。但是其实这些民团啊进到前线之后，其实给前线部队带来非常大的困扰。为什么？因为这些民团他可能比如一个班这个8个人来了2个民团这样人，那对于我一个班的班长来讲，我要命令你去那个作战或干嘛，这些人可能不见得服从命令，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服从性真的往往会让这些班的这个指挥官或者说甚至于连这些基层部队的这些指挥官非常的头痛。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往往第一那个对于这些基层部队的指挥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就把他们放出去做这种消耗性的这种任务。
他们出去就可能就被3下2下被乌克兰军队砰砰打死了，然后去减少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往往在部队里面会影响到你真正部队的这样一个生存性，而造成了困扰。对，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对，那所以好，如果未来这个也有一些其他国家认为说可以应用这种公庙义勇队跟正规军结合，可以强化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很危险的想法跟行为。那当然，为什么会在顿内茨克州要动手了？因为其实顿内茨克州就是当初俄罗斯认为就是这乌东这几州里面应该就是要属于俄罗斯的，而且呢乌克兰当初在顿内茨克这几个州里面相对来说那种所谓的排俄的这种动作做的最彻底。那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彻底的控制顿内茨克州是他认为未来跟乌克兰在进行谈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在谈判说你现在顿内茨克州已经全部被我占领了，你还要回去干什么等等之类，对乌克兰来说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变成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一个议题。现在乌克兰还积极反抗的一个原因是顿内茨克州你还没有办法全面控制嘛。但你说俄罗斯他现在有没有办法能够那么顺的就把这几个州打下来呢？难度很高，因为我们刚刚讲，第一是这个专业部队的这个损失之外，第二现在两边因为由于这种无人机以及各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战场耗损呢，让双方已经缺乏一个完全能够打破这个所谓的那个军事平衡状态的这样一个态势。像你说一战的时候，出现坦克车，然后就把原先的豪舰战打破。二战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很多这种关键性的新武器，但当然最主要还是靠数量。数量永远是战场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铁则。但是现在俄罗斯的问题就是它集中不了决定胜负的数量，而且即便有数量，这些部队的这些士官兵呢，他本身的素质已经跟4年前开战当时俄军素质相距甚远了。那对于但是相对来说，乌克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乌克兰在这些年来，虽然说好像大家感觉看到的数量乌克兰好像相对来说损失比俄罗斯少很多，但是我觉得那很多是因为为了在宣传上刻意不要让大家觉得乌克兰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但实际上，你看整个2025年下半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这种所谓的渗透跟这种所谓的渗透攻击跟这个控制领土面积是的确有相当大的扩展。虽然最近也有很多人说乌克兰夺回了不少领土夺回了300多平方公里，但是整体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对，基本上无济于事了。那也就是说，俄罗斯在整个俄乌冲突现在这个态势里面，还是拥有一个优势，但是它的优势却又不足以产生一个完全翻盘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未来他即便要发动这个要塞带攻势，他想要的战略目标是：第一，控制全部的顿内茨克州；第二，他的这个战术能力能不能够达成他的战略目标，大有问题。是等待谈判的结果的同时，就是反正俄乌双方就是继续打，在军事上，在外交上呢就继续谈。可是呢，也看到了2月26号这个美国介入，就是由特使呢来介入斡旋这个俄乌双方的和谈这个部分呢，结束了日内瓦的会谈之后呢，也听到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就表示说呢，他也预期下一轮3方谈判会在3月初在阿布达比举行。那法新社也报道说呢，虽然这个没有针对领土这些关键议题达成共识或做出妥协双方都是但是泽连斯基呢也打算呢，他有谈到打算在3月在阿布达比要准备领导层级的会晤，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能够见到普丁是最好，可是普丁会愿意见泽连斯基吗？所以现在回到了一个好像鬼打墙的局面就是为了领土争议大使看似无解在无解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一线的解方，或者说要等到一个什么样的 timing， 这个 timing 也好，或者变数也好出现以后，这个局才会往前再进一步。川普是很喜欢用所谓的这个 time pressure， 就是时间压力来给这个谈判的对手一个压力。那1个月以前吧，泽连斯基他讲了，他说川普跟我讲说6月以前一定要搞定了，6月是 deadline， 你如果过的话那就不行了后果很严重，川普一定是这样讲。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就川普来讲的话，他这个3个难搞的事第一个委内瑞拉搞定了，现在就是伊朗，大概也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认为就是俄乌战争了。俄乌战争它划在6月，3月也是一个关键点所以泽连斯基他可能他自己心里有数。那当然关键他要见普丁，他提过很多次。你觉得他见得到吗？普丁都不见他。然后川普上讲说他们2个人关系很不好，见不到。那当然要见面的时候，就是泽连斯基要把土地的版图要送出来的时候，普丁才会见他。那6月是一个很可能的是一个停火。